Hello，我是那个大叔，很高兴又来到我的游戏频道。今天继续带来全军破敌战锤3的对战影片哦。看到这个巨大的石像兵马俑，应该说兵马俑才对。那我们这次使用的是大震弹。好，我们来快速介绍一下为什么会带这个兵马俑呢？主要是它有这个很特别的能力。重导光环可以将远程所发射出来的弹药反弹回去，就是以它自身为中心55公尺内的所有敌方单位射出去的远程弹药，不管你是旧炮、加农炮、弓箭，反正只要是射出去的那种东西都可以反弹。法术当然是不行啦。如果是像领主啊，或是其他单位的魔法飞弹不行，主要是针对像这种远程单位的东西才可以，然后就会全部弹回去。不过是要靠近它，也就是说这55公尺内，55公尺以外不行。如果范围更大，会这个单位会非常强。不过我觉得已经还不错了，主要是要它这个能力。那它面板上数据就稍微看一下，不过它最大问题就是笨重，就是不管是攻击速度或是移动速度都很慢就对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正前方是翠玉勇士以及一对翠玉勇士长戟混搭，那左右呢也是这个翠玉勇士长戟版本。正中间是3队的翠玉勇士，那个拿着十字弩，我记得应该是十字弩，对，十字弩的翠玉勇士。那这边还有带一对比较特别的东西，战争罗盘。那主要就是要它这2个攻击技能啊，一个是雷击，一个是彗星，主要是要这2个。那它的被动呢，其实加减啊，像是提升魔法之风恢复速度，这个就加20%，还可以加20%还可以。那领主使用的是大重点比较普通的，那所需要的是这个轰炸型法术以及火壁之风，烽火之壁，刚刚讲错，更正。然后还有这个翠玉盾，2个攻击型法术，一个是强化单体单位的。那我们看一下，这一次的对手是帝国，浩浩荡荡的阵势很大哦。我们先从这边开始看，一队的帝国骑士，一队的先驱骑士。那这边还有很多，还有一队先驱骑士带2队帝国骑士，所以他们骑兵团很多，总共是帝国骑士3队，先驱4重2队，先驱4重很难处理哦。那我们看一下正前面2队的长戟兵，然后这一队是普通的长矛兵，正前方还有一队自由民兵团。这个自由民兵团其实我觉得它移动能力真的很强，因为它主要是它可以边走边射，它这个让我很讨厌。那第2排左右2边放的是普通的长矛兵，正中间放了3队的火枪手，这个不好处理哦。然后后面一个地狱喷射连环炮，还有一队旧炮，哇，这个是想打什么就打什么。要打单体巨兽有，要轻步兵也是有。然后地狱喷射连环炮其实要拼那个大炮互射，其实也算可以。那这边带的是翡翠法师，带的是大地之血，然后还有再生术。那领主就是最普通的帝国将军，就是最普通的。好，我们开始进入战斗。因为我方大震弹没有炮兵，所以远距离没有讲话的权利，只能先往前冲啊。不过还好，正前方是一片树林，这对我来讲是件好事。只要有树林，对方大炮要发挥就比较困难了。那我的想法就是躲到森林里面去跟对方玩啦。
因为知道对方是帝国，帝国一定会拿很多枪指着你的头的，这个东西很危险的。看一下，哇，这个先驱四重这样子连续发射受不了，这个要躲，这个要躲，这个不能正面过去。虽然说有树可以挡住，但是那个火枪射出来的子弹还是很痛，非常痛。最好是可以靠这支兵马俑去弹，如果可以弹个1、2波，就会很开心。那我方弓箭手呢，在森林里面就变得有优势啊。我们可以在森林里面慢慢去消耗对方，那对方要攻击我们就比较困难了。这个就是在森林里面的优势。如果是木精灵的话，在森林里面会更开心就对了。你看，这个就是撞到树，大炮撞到树就变成这样子。好，我这边上了一个翠玉盾给兵马俑哦，因为我知道我感觉到他开始被激活了。然后对方这边兵正面直接冲进来哦，非常的冲动。尤其是对方领主，虽然说他是很普通的领主，但是也不是这样子用的啊！不要这样子让他一马当关呐！然后这边放了一个再生术吧，还是大地之血补了一口再生术。然后这边帝国骑士旁边夹击冲过来，我方这一队很危险哦！翠玉勇士这样子算会被夹住哦。然后这边对方长矛兵又跟了上来，哇，这边真的是不留活口啊！那我方这个翠玉勇士也是顶着3队的压力哦，这边也是1队顶着3队啊，这个都非常的可怕。好，这边看一下这一发法术下来，漂亮，直接3队换掉。然后我方这队刚刚有及时拉开，基本上完全没受伤，可以说是无损换3队赚。这个法术放下来就是赚到翻掉。不过对方哪怕消失的那3队，还是持续的不断开枪哦。那个先驱4重，而且帝国骑士也在反复不断的冲撞。那翠玉这个长戟兵前面要戳人，后面也被戳，这个很痛苦啊。不过这个先驱4重在森林里面要发挥就比较困难哦，因为他们弹道是比较直线的，所以很容易被森林给卡住。好，我们这边看了一下，放了几个法术，烧了几下，哇！对方的火枪兵跟帝国骑士重伤啊，火枪兵所剩的血量不到50%，更正，大约还有50%。啊，这个火焰又持续烧过去。啊，我方主要的很多的兵呢，还是躲在森林里面跟对方周旋呐，不要出去轻易的出去跟对方打。啊，帝国将军被围住了，没有，他又跑掉了。其实要困住骑马的，还是我觉得还蛮困难的。步兵要困住骑马的难度其实还是很高。好，这个帝国骑士所剩无几啊，这一队就差不多，等一下可能冲着打着自己就不见了。然后我们放慢速度看一下，我方的兵马俑不知道跑去哪边玩了。哦，他这个时候被拖去抓。哦，当时我是叫下指令去抓这个先驱4重，然后下指令过后，我就不知道他人跑去哪了，因为现在战况非常的乱，然后我这边又不断的在操纵那个战争罗盘，在放法术在前面。啊，现在应该是战争罗盘那个法术在 CD 中，所以没有办法。哦，这边已经派出少量的步兵出去追哦。哦，这边战争罗盘被抓了一下。我这边放了2个法术，打算要消灭掉对方的这个火枪兵哦，不能让他活着。第一道落雷下来有电到，然后这一个彗星下来，好漂亮，这队也差不多没了。啊，战争罗盘基本上应该就是法术都放完了。我方其实绝大多数的部队都还在森林里面保留好好的，然后我方领主在跟对方的领主在做单挑。我是有前面在打的时候，我是有放翠玉盾去那个提升，对我这边会放那个翠玉盾去保护提升抗性。
然后这样子跟对方打会比较有优势。虽然说那只本身是法师领主，但是加减可以打。那现在战争罗盘法术放完，基本上就是放在前面，当做吸引注意力的炮灰了。因为魔法之风其实也差不多用完了啦，魔法之风所剩无几了。那他就放在前面给对方打，然后这时候让我方可以在后面稳稳的输出。这个就是尽可能发挥它的价值哦。毕竟战争罗盘其实它本身没什么，你看它就是这样去撞人家，然后把人家卡住，能卡住就好了。然后这边这个翠玉勇士长戟刚出去想抓先驱侍从，抓不到，没有办法。那绕了一大圈的兵马俑终于回来了哦。他在外面玩了很久，其实这场我几乎一直忘记他的存在。我让他出去追了一个部队过后，他就被全程风筝到尾。基本上就是这队吧，这队他的弹药全部打在这上面，但是消耗掉25%的血量，其实算还好。他毕竟他打了超过一半的弹药。那我们这边现在里面森林里面就比较混乱了，其实所剩无几了。对方的帝国将军打着也快要残废了哦。虽然说我是法师领主，但是刚刚有放那个减少伤害的法术，其实还是蛮能打的。好，对方领主一退，基本上士气就崩盘了。其实我一刚开始的配置不是这个样子的，我是有带炮兵跟对方打，结果发现我带炮兵怎么打都打不太下来，很辛苦。然后我就想说换掉，换成这个战争罗盘，专门靠法术去跟对方去打，就像刚刚一样，有一队翠玉勇士冲上去顶住对方3队队伍，然后我放一个轰炸型法术下来。法术快下来的时候，我放队伍往后一拉，然后对方3队直接蒸发，完美换3队，无损换哦。因为刚刚我方队伍那个是有拉开，法术就是这样子放，或者是狠一点，就是把连自己人都砸，就是你的单位是很便宜的，然后跟对方3队、4队去这样子换，黏住对方，然后一口气下来，你一队换3队，其实我觉得也是会赚啊。如果你一队是比较廉价一点的，像什么那个农民兵之类的，这样去跟对方换，我觉得也是可以。然后先驱侍从这一队基本上没有击杀的，应该是全程在风筝我的这个兵马俑啊，所以基本他没有击杀数。然后剩下这一队有点击杀，应该是一开始在地图右侧这边有在去射击的。然后帝国骑士3队其实真的很凶悍。真的，其实打起来真的很吃力。然后我的枪骑兵要冲对方的，其实比较困难，因为对方火枪手3队又有一队自由民兵团，我没办法好好处理。然后只要冲过去，很容易被包夹。刚刚基本上有冲过，那个画面没带到，有冲进去几次，然后很快就被射出来了。你冲过去最多只能冲2队，那对方还有2队可以抓你，这个打起来其实很辛苦。这个就不过好消息是，主要是刚开始那个轰炸法术一开始有抓掉对方3队，那边真的太赚了，那边基本上算是变得打起来会变得很轻松。然后后面还有几个法术其实都放得很漂亮，都有把对方一些单位换掉，那就打着优势就出来了。主要就是靠法术全军破敌，更正。战锤山这个法术真的毁灭性很强，放得好的话，就像刚刚那样，一个法术下来，可能灭掉对方好几队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内容。如果喜欢影片，帮我点个赞，并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个大叔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